老王，你平常看杂志吗？哎呀，男人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独立刊物、独立杂志？有，没有说特别的关注。独立刊物呢，从字面上大家就能看出来啊，那就是独立的刊物。相较于背靠于大的出版社、出版机构，作为独立刊物，其实就是比较私人的一些机构，甚至是个人出版的一些对某一个领域更加深入和细致探讨的这样的一些印刷物、一些读物。我手边正好有一些，我们分享一下。这本呢，它是叫 Brand Balance， 它有一系列，每一本呢其实都在介绍一个品牌 ，Aesop 啊 ，Acne Studio 啊，他们对每一个品牌呢，其实都是有非常细致的描述，一些精美的图片啊、一手的资料啊。这本呢是日本的一个设计买手店叫做 D&D Department， 他们出的一本刊物，他们会把整个日本的各个城市的一些风土人情，特别是他们的一些当地的风物做一些介绍。这本呢是一本旅行方面的刊物，叫做 Lost。 还有美剧呢，它每一期都会以征稿的形式，把他们的一些文字内容啊，包括一些图片啊，汇总编排进行设计。你看里面的文字，很多故事的就写得很有意思。Defined， 它是国内的一个插画机构，他们做的一本关于插画的刊物。这一期我们也有幸做了其中的一些版面的设计。然后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本里面呢，就对 Lost 的主编就有一个专访。整个行业内呢，其实有一比较紧密的联系在的。独立刊物会相互的 respect。这本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212，这是一本土耳其的 fashion 的杂志，就不像你刚才说那个 Vogue 啊，它是时装杂志，像这种它其实就是一个时尚杂志，它里面其实讲的是跟一些话题性的东西啊，包括一些社会议题啊都有关系。它不仅仅局限于说我是拍给一些品牌拍硬照，对吧？做一些 editorial。这本 Dark Print 他们的主理人是2位设计师，其实之前是做平面设计啊、品牌设计这一块的，自己做了这样的一本出版物，现在是做到了第3期。他们整个从这个装帧上都很有特点，每期会有一个议题，他们会找大概10位艺术家、设计师之类，就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做一个接龙的形式，来探讨一些东西，其中也包括他们一些作品的一些展示。这本叫《水象》，分为2刊，中英文对照的，然后里面其实也是做了一些关于业内的采访也好啊、记录也好啊、一些小故事啊，或者是对一些议题的探讨啊之类的。做的也很有深度。还有一类呢，就是更加个人的行为的一个出版物，就是一些我们讲的所谓的叫做 zine， 比如像这就是一个插画师他的一些插画的一样的一个表达，就个人的印刷品。这本小刊物就可能看上去很简陋啊，其实里面就是一些小的诗歌。那这本其实是我们当时在墨西哥的一个小的这个独立书店购买的。像这本书呢，是国内的一个比较知名的独立出版机构，他们是国内比较火的艺术书展，叫做 ABC 书展的主办方。这本刊物其实就很有意思，它就是里面教你怎么样去做一本书的装帧啊，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它里面其实还有附赠了，就是好像有一些工具之类的，你就可以自己上手去做一本自己的书。我妈以前最早的工作就在这种书本厂，她就会那样钻上眼，然后用线系起来，比如说10页叠起来，再用胶水粘起来，她给我粘的本去拿着画。手工书的魅力啊，就在于说人工的一个行为，人工的介入，它不是大批量的印刷和生产出来的东西。说到这，我还想提一本丹麦的一本独立杂志，叫做 Plethora。第一次看到它是在上海的一个高端定制成衣的一个品牌，他们的一个空间里面，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刊物的那个尺寸。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开本，它的印刷之精美，当时戴着白手套，然后把它打开，这样去翻，就甚至你在看一件艺术品一样。这本杂志呢是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一个机构，他们找到一些神秘学、古老的、奇幻的一些议题，做一些内容的编排，找到一些一手资料和图片。他们的杂志都是由印度的僧侣去手工印制完成，每一期的刊物只有1000本，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发行量。小众的出版物，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它会带你去了解、认知一些你未曾达到的领域、未曾去过的地方，让你更多的知道说这个世界的多样化、多样性。市面上的一些杂志，他们最大的一个收入就是他们广告的收入，甚至要为一些甲方、为一些客户去服务，出产一些内容。但是像这样独立刊物，他们更加自由去表达一些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他们对某一个领域、某一个议题更加深入的去挖掘、去探讨。对这个内容的出产者来讲，这样的独立出版会给这样的创作者一个机会，可以通过自身的这样的力量，可以把我的内容做一个印刷品、纸制品的一个展出。